村长儿子新婚之夜，在床边忽然哭了起来。新娘子满脸疑惑：“小贵，从小到大没见你哭过啊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”这位新郎西小贵一拉新娘冬梅花的手：“梅花，我能不哭吗？明天我和你哥哥就得死去一个。要是你哥死了，你会恨我一辈子；要是我死了，你可就成寡妇了。”原来东村和西村今天刚刚因为吃水井的问题发生了一场械斗，许多村民都流了血。最后双方约定好了，明天由东村村长的儿子东大郎与西村村长的独生儿子，也就是这位新郎西小贵单挑，已经签了生死协议，打死一个为止。两村之间唯一的那口吃水井将会归胜利的一方所有，失败的另一方恐怕全村的村民就只能是等着被渴死了。西村村长西木柱带着他儿子西小贵正在家里商量对策呢，真没想到东村村长东铁心亲自把女儿送了过来。公是公，私是私，我闺女梅花跟你儿子木柱定的是娃娃亲，本来今天就是他们成亲的日子，即便是明天就开始守寡，我也得信守承诺，送女儿过门来。说完之后，东村村长东铁心丢下女儿冬梅花，便扭头离开了西村。现在这位新娘子冬梅花看着新婚丈夫西小贵哭哭啼啼的样子，她有点生气了。小贵，你快别哭了，明天决斗，我自有解决的办法，让咱们东西两村都能够吃上甘甜的井水。西小贵对妻子的话半信半疑，但是也只好止住哭声，与冬梅花海誓山盟，要生死与共，然后便熄灯睡下，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新婚之夜。第二天到了决斗的时间，东西两村的村民们全都集中到了两村中间水井旁边的空地上，祖祖辈辈东西两村都是靠吃这一眼井的水，生生不息。可是自从去年开始，井水越来越少了，到现在只够一个村子吃的了。现在时辰已到，东村村长儿子东大郎与西村村长儿子西小贵是分别上场，就要展开一场殊死搏斗。也就是说，爱怎么打就怎么打，单挑，别人不能插手，直到其中一人被打死为止。慢着！一声大喊，东村女儿西村媳妇冬梅花突然闯了上来，站在哥哥与丈夫的中间。昨天晚上有神仙给我托了一个梦，说是让我们两个村子都要搬到山下去，那样就都有水吃了，否则的话，过不多久，山上这口井就会彻底干涸，到时候我们都得被渴死。大家伙这么一听，一开始还全都信了，打算商量商量，是不是真的搬到山下去居住。可也不知道是谁忽然问了一句：“冬梅花，神仙怎么会单单给你托梦？你不是昨晚上跟西小贵新婚之夜吗？有空做梦梦到神仙？该不是人嫁到了西村，心也向着西村，想把我们东村的老少乡亲们都给骗下山去吧？剩下你的婆家西村独自享用着甘甜的井水。”这一番话，冬梅花还没来得及回答，西村的村民们可不干了：“东村你们可真是无赖，怎么能这么污蔑人呢？我看啊，冬梅花就是你们东村派过来的奸细。”就这样，你一言我一语，东西两村的村民们逐渐失去理智，各自又抄起了铁锹和锄头，场面一片混乱。就在这时，忽然几匹快马飞奔而至，
是县令派来的差人。东西两村的村长听好了，大老爷有令，让你等二人赶快到衙门去一趟，县太爷要亲自给你们解决水井的问题。二位村长满怀希望，跟着差人们来到100里之外的县衙。县令大人一拢胡须，满脸堆笑：“二位村长，且听我说，当今圣上正在选美，听说你们2个村子里的姑娘个个貌若天仙，本官现在做主，你们2个村子各自挑选1名最漂亮的姑娘送来县衙，哪个村子送来的姑娘更漂亮，他们的村子就继续吃原来的井水。另一个村子嘛，本县另有安排。”东西2村的村长哪里知道，这狗县令所说的另有安排，就是要杀光那另一个村子的全体村民。东村村长东铁心回到家，把这事跟儿子一商量，东大郎说，要论长相漂亮，那只有我妹妹冬梅花，是这东西2村最美的一枝花。可惜如今已经嫁到了西村。东铁心皱着眉头想了想，也罢，为了全村百姓的吃水活命问题，我只好对不住女儿了。于是他带着儿子东大郎以及几个帮手到西村村长西木柱家里，就把女儿冬梅花给抢回来了，要将冬梅花送到县衙去选美。冬梅花为了保全夫家的脸面，在路过水井的时候纵身一跳，投井自杀。幸好这时候县令因为不放心，派来了几名差人监督选美，恰巧赶到，七手八脚的一同把冬梅花给捞上来了。换上干衣服之后，用轿子抬着，将冬梅花带到县衙。妻子被岳父和大舅哥抢走之后，西小贵心急如焚，只可惜自己没有力量说马上再夺回妻子，只好带着干粮走路赶往县城，打算等到天黑之后想办法跳进县衙去解救妻子冬梅花。西小贵到了县城，已经是掌灯时分，街上没有几个行人了。他借着月光顺路往县衙方向走，路对面突然跑过来一个黑影，紧跟着黑影的后面有人在边追边喊抓贼。西小贵顾不得多想，抬脚就是一个扫堂腿，绊倒了逃跑过来的黑影，倒捡2臂将其抓获。这人果然是个小偷，后面追他的人竟然是微服私访的皇上身边的贴身侍卫。紧接着皇上也跟过来了，问西小贵是干什么的。西小贵不知道他是皇上啊，支支吾吾不愿意说。皇上可就起了疑心，把西小贵带到了下榻的殿房，屋内灯火通明。朕看你吞吞吐吐，遮遮掩掩，恐怕也不是什么好人吧。西小贵一听说对面这位就是当今圣上，赶忙就跪下了，一五一十和盘托出，把东西2村争水井发生械斗，县令为了给皇上献美女，强行抓走了他的新婚妻子冬梅花，现在自己是要去救冬梅花，这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皇上。听罢之后，皇上一拍桌案，岂有此理，真是说过要选美，可也得自愿参加才行啊，哪能强抢民女。第二天，皇上将县令大骂了一顿，差点罢了他的官，然后释放了民女冬梅花，同时下圣旨给农政司要特事特办，给东西2村再打一眼水井出来。结果打了10几眼井都没有水，最后这位皇上干脆下达圣旨，征收东西2村全部土地，盖了一所监狱，专门关押那些个贪污受贿的官员。这回东西2村的村民们全都没得说了，乖乖的搬迁到了山脚下。
合并成了一个村子，重新选举村长，每个人都可以参选。结果原来的西村村长儿子，也就是冬梅花的丈夫西小贵，高票当选。从此村民们开垦农田，饮用溪水，慢慢的发现比以前在山上的时候好过多了。几年之后，冬梅花已经生下了3男2女5个孩子，养猪养羊，鸡鸣犬吠，好不热闹。